现在是晚上10点半，还在等。中国新能源汽车一度被誉为弯道超车，遥遥领先，甚至被视为接替房地产的经济支柱。但吉悦汽车的突然解散，让这层泡沫瞬间破裂，真相暴露无遗。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我是李幸福。今天我们一起来追踪一下吉悦汽车离奇的倒闭过程，从中折射出中国政府大力扶持的新能源汽车的野蛮生长终于走到了尽头。随着吉悦汽车的突然解散，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扩张也暴露出了巨大的隐患。往后的行驶会更加困难。12月12日早间，多位吉悦汽车员工在公司总部办公室要求吉悦 CEO 夏一平补缴社保、医保和公积金，缴齐今年12月工资、离职赔偿等。随后有媒体报道称，12月12日下午，公司召开内部会议， CEO 夏一平澄清，公司没有关停，也没有倒闭，并不是像外界所谣传的那样解散等。然而12月12日，全国多地的吉悦员工在抖音上发视频，显示公司已经原地解散。我知道你有理，但我们先不讲道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吉悦此次突然倒下，与其股权变更和更名密切相关。2021年1月，百度与吉利共同成立极度汽车，百度持股 55%， 吉利持股 45%。2022年6月，极度汽车发布了首款概念车 Robo01。2023年8月，因生产资质问题，极度汽车更名为吉悦，吉利持股上升至 65%。2023年10月底，吉悦首款量产车吉悦01正式上市。此前有知情人士爆料，成立之初，吉利与百度希望极度汽车可以单独申请下来造车资质，但事与愿违，准入不成也将对产品研发、落地、营销等多方面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据相关人士透露，百度与吉利对吉悦的前景并不看好，不再提供资金支持。今年上半年，吉悦与股东谈好了新一轮30亿元融资，原定于下半年到账，但百度突然不出了。这时候吉悦账上已经没钱了。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在员工们看来，百度和吉利对吉悦是爹不疼娘不爱。吉悦员工王女士表示，虽然吉利持股 65%， 吉利更多是供应商的角色，吉悦是和极客共线生产的。由于拖欠代工费，吉悦之前就停产了，吉悦主要还是百度在负责。夏一平提到，吉悦 80% 的投票权都是百度，财务负责人等也是来自百度。也有员工表示，吉悦的销量低迷，持续亏损，对吉利与百度的价值不高，达不到股东的要求，自然会在行业寒冬被舍弃。吉悦的定位是汽车机器人，但其智能化水平并没有明显优势。2022年后，吉悦基本从百度的宣传中销声匿迹，百度的注意力与资源更多倾向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吉悦汽车的危机真是一出让人唏嘘的现实剧。最近员工围堵 CEO 夏一平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背后其实就是一场公司和员工的信任崩塌。据说员工的主要诉求很简单，补缴社保、医保、公积金，还有解决12月的工资问题。更离谱的是，留下继续工作的员工还得自费上班，这简直就是把员工当韭菜割到底了。说到底，这场危机反映的是吉悦在财务管理和企业责任上的重大缺失。对于消费者和员工来说，这样的企业信任一旦崩塌，就很难再重建了。吉悦未来怎么走，可能已经不是员工们关心的重点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围堵事件其实很能反映员工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希望能拿回自己应得的工资和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无奈的反击。毕竟，一家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些辛苦付出的基层员工。更荒唐的是，
现在竟然让留下的员工自掏腰包上班，这在我看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踢给员工。看见这个车了吗？我的刚提，也就20天。本来是不想声张的，但他今天倒闭了，热乎的新闻我必须得说出来，让你们开心开心。从威马、高和等新能源汽车烧光投资款退出市场，到造车新势力在赛跑中落后，新能源汽车品牌格局也会集中化发展。苦苦支撑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只会越来越难，欠供应商的钱与广告费的问题此起彼伏。在政府不计成本的大力补贴下，新能源汽车野蛮生长已经趋于饱和状态。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各种短板已暴露无遗，除了现在官方已经承认的无法解决的自燃问题及相关的充电的安全隐患，还有比如在高速路上突然停车被要求升级等等等等，充分说明了政策制定者们的闭门造车。但显然汽车是由真实的事故数据的，而不是国家统计局手里变魔术般的 GDP 数值，即使努力掩盖，也会被分析出真相的。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对于极越汽车极具魔幻冲击力的谢幕方式，业内专家表示，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如此卷的市场环境下，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势力车企面临淘汰。2025年、2026年的市场竞争会更加残酷。在当今中国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似乎还看不到任何走出寒冬的希望。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夫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